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想想慢慢地感受爱情，成为了一种奢侈。随之带来的影响，就是爱情的仪式感慢慢地被简化。很多本属于恋人之间的节日，成为一方口中的没必要，甚至是争吵的话题。面对节日，恋人之间大多是秉持着两种态度，一方更务实，觉得过节日不仅浪费精力，还浪费金钱；而另一方认为，爱情是需要仪式感的，而节日不仅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意，更能够给感情增加新鲜感。面对节日两种不同的态度，然而这并没有对错，不同的人对于感情又不一样的方式。但真心爱你的人是会认真地考虑你的想法，并且尽力地去迎合你。好比说，在过年的时候，走临访友的时候，会准备好一些礼品；在一些团圆的节日时，会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感受其中的温暖氛围。节日可以是非常普通的一天，但也可以是传递情感、表达心意的时刻。只不过在有些人看来，感情中的节日实在是太多了，不经意间去把爱情物质化。但事实上，节日中的礼物并不是重点，从礼物中传递出的真心和重视，才是另一半最想要的。节日不会限制人的富有或者贫穷，只要你想，依然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过属于彼此的节日。有的人拿贫穷最为借口，拿疲惫作为理由，但在其背后则是不重视甚至是不爱的表现。爱情是需要惊喜和浪漫来维持，而这些的代价或许只需要一束鲜花。想要判断爱与不爱，过个节日就知道了。过节日是一种仪式感，其实恋人之间说到节日，就不得不说起什么叫做仪式感。仪式感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。在任何时候，只要自己想，都可以有仪式感。比如为了过生日去剪了一个新发型，又或者为了庆祝自己考了好成绩，去吃了丰盛的美食等等，这些都属于日常的仪式感。而恋人的仪式感往往是特定的节日中，比如说情人节或者是恋爱的纪念日。在《小王子》里面说，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不过有些人会觉得仪式感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，但事实上仪式感并没有特定的要求和规则，只要是属于两个人的就可以。可以是一顿精致的晚餐，可以是一次两人的约会，可以是一束鲜花，还可以是亲手制作的手工。每一对恋人之间都可以在节日里去拥有自己的仪式感。过节日是情感交流的契机，树上春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对相爱的人来说，对方的心才是最好的房子。恋人之间除了在一起的那一刻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心意，之后的爱意都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或者那些行动中发现。在生活中，大多数恋人的分开，大多是情感慢慢的淡了，找不回当初相爱的感觉，而归其根本，还在于情感节流的缺少。两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也更加的了解，慢慢的就变得平淡没有热情。而这个时候，节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在特定的节日里去回忆曾经的美好，也是情感交流契机。尤其是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恋爱纪念日，在过去的今天，两个人走在了一起。所以说，节日在一方面也是维持感情的重要存在。在彼此相爱的时刻，好好的去过彼此的节日，不仅是爱意的传达，更是情感交流的时刻。过节日，爱与不爱就知道了。很多人会觉得不理解，为什么过个节日就能够判断出一个人是爱或者不爱？其实很简单，
节日对于恋人来说，变相的也是一个考验。节日看似是普通的一天，但却能够感受到自己在另一半心中的地位，去察觉到他的心里是否在意你。毕竟爱你的人会去在意你的情感，想要你能够开心快乐。再者，有些人总是拿金钱作为不过节日的借口，但女人要的并不是物质衡量的节日，而是从中去感受到一份在意和真心。在王小波口中的爱，就是虽然我资质平平，却是真的想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哪怕是从路边捡回来的鲜花，一顿简单的晚餐，一个单独相处的时刻，再或者一件漂亮的裙子，只要是在男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给到的爱意都是女人最想要的。所以爱与不爱，过个节日就知道了。